大家好，我是沈一斐。自从我走到公共领域来做这个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的传播以来，一直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在评论里、私信里都在希望说，沈老师，我觉得你研究的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太好玩了，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些书单，让我也好好学习一下？尤其是最近《再见爱人4》很火，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我的发言啊，你们对我的喜欢我也收到了，非常感谢哦。大家表扬我说，沈老师有的时候有些观点好像特别有启发，经常是从社会层面来表述的。我的的确确，因为我的专业是社会学，社会学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从这个社会现象里去找到这些规律，然后我们能分享给大家。但其实我一定要坦诚的告诉大家，这些观点并不是我独创的，实际上是因为在过去的很多研究里，已经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研究，它能启发到我，所以我才能分享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这个很想把我们做的这个情感社会学分享给大家，是因为我这几年真的一直在做情感社会学的研究，我觉得它里面涉及到了很多话题，都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紧密的相关。那正好这个学期呢，我正好开情感社会学这门课程，我呢系统的讲了情感社会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时也推荐了学生很多的阅读的书目，所以我在这里也正好把这个书目分享给大家。那希望这些书目对爱学习的小伙伴们有帮助，我也很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里进一步的探讨这些话题。我们在今年讲这个情感社会学的时候，首先就是从情绪价值这个我们在学术上没有的一个词汇开始进入的，来讨论怎么是一个情绪价值。甚至我还发现很多人在讲情绪价值的时候还引用了我的话，实际上我这个话里面根本就没有说情绪价值是一个学术上的词汇。所以呢，我觉得在上课的时候有必要去正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非常引起我们关注的，所以我们是通过一个小小的问题去引入的。那在社会学里，情绪之所以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说因为它能给到你情绪价值，你觉得能够心情很好，也不是简单的说我们情绪就是让我们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征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情绪其实是有线索的，它能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它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情感社会学之所以能兴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过去我们常常认为情感是个因变量，什么事情发生了，然后呢，我的情绪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学会更关注前面那些什么事情会引起你的变化。但是这几年来，不管是脑科学的发展也好，心理学的发展也好，很多的人意识到了，其实情感本身它也是一个自变量，它本身的变化会引起后面很多很多事情的变化。当一个要素它不仅仅是因变量，同时也可以变成一个自变量的时候，那么这个学科的基础就奠定了。所以情感社会学的兴起，是因为情感从简单的因变量变成了既可以是因变量，也可以自变量。在情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间，有一本非常有标志性意义的书籍，就是霍克希尔德的《心灵的诊室》。这本书呢，其实在我们的中文版也已经有了，它就提出了情感劳动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超越了简单的情绪性只是好或不好，我心情好不好的概念，而是告诉你它其实背后是有很多的社会价值的，而且它跟整个的社会发展本身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这本书的兴起，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情感社会学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发展起来了。当然，我们对情感和情绪在学术上总是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对于情感本身的状态怎么样的定义啊，我们也会在学术里分得比较细，有初级情感，有次生情感等等等等。包括什么是情感的概念，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概念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们要在界定的时候它就很难。所以情感的概念和认知啊，和意志啊，和理性啊，它可能要做对比，我们才能更清楚的知道情感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学术里我们谈情感的时候，它是非常细的，我们有好多不同的词汇去讲这些不同的分层里面情感的 level。 比如说有 emotion 的我们翻成是情感的，有 affect 的是有影响的，然后还有心情的，还有情绪的，还有感受的等等等等这些词汇。
会，我们都会发现它们其实是所针对的那个指向是不一样的，但它都总的来说都是情感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在做情感的研究的时候，也不是简单的说你是高兴还不高兴，什么东西引起了你高兴不高兴，你会发现我们会有很多情景的刺激啊，生理的变化，然后这种表达，还有文化标签等等等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然后我们还会为这些具体的情感有不同的命名。那除了这个情感的命名以外，我们其实在做研究的时候还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啊，比如说情感的评估理论、归因理论、期望状态理论、身份理论，还有内部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等等相关的各种各方面的理论。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整块理论里面，我们都会发现说，从事实到你的后面的行为中间有一个情绪，但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不是因为有个什么事情发生了你就立马就爆了，然后你就怎么样了，你中间会有些认知这个认知其实是我们在研究里非常重要的，但同时我们也会去看前面的事实是什么然后你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它是会怎么影响到一些其他的概念的，比如说情绪劳动、情绪工作等等，这些行为背后会产生什么样的个体的价值、家庭的价值以及社会的价值。在情感社会学里，我们有2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个是研究这个情感的社会本质，就这个情感现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其实是有点像把情感看成是一个主体在研究，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会研究社会现象的情感本质，也就是说，我们会从情感的角度去解释其他的社会的很多的行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没有这个视角，很多的时候我们去要解释一个事情，其实是会不那么的完整的。所以我们这里有宏观微观的结合等等等等。那这个就是关于我们情感社会学总的在课堂上的一个大体的介绍。那在后面的16次课里，其实我们就安排了各种各样具象的内容。那么我呢，在下面呢，也是通过这个16周的安排来跟大家分享书目我们要看哪些书。在所有的书目里呢，我分成了2种类型的书目，一种呢是我们的必读书目。必读书目是说每一个主题一般一个主题是1到2周，都会有2到3本是必读的书目，会有专门的学生来负责读这个书来分享给大家。还有呢是辅助书目，你想更好的了解这个主题，还有相关的很多的书籍是可以去拓展阅读的。我们即使在课堂上也并不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把这些书全部读完了，而且这些书读起来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容易。但是某种意义上讲，我希望通过这个书目给大家展示一个学科，我们要从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建立一个学术性框架性的概念，我们是怎么一步步通过学习和阅读来进一步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第1、第2周聊的是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情感社会学，以及如何做情感社会学的研究。这里我就介绍了情感社会学更具体的是怎么兴起的情感社会学的协会的成立意味着什么中间也有哪些不同的更详细的具象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分支又代表着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去讨论的。那么在这个板块里面，我们主要是介绍2本书，一个是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概念，还有一本书呢是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这2本书主要的目的是给大家搭一个从历史维度上给大家搭一个情感研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不仅仅是情感社会学。情感社会学虽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但是对于情感的研究要远远早于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在讲情感社会学的时候，我们首先把本身情感的研究给大家做个梳理，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2本书。然后我们也会介绍一些英文的书籍，比如说这些核心概念这样的书籍推荐给大家，还有一些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介绍。那有的时候有些书籍非常的简短，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有个大体的了解。首先建立框架，当你学一个东西想要学深的时候，其实你首先建个框架，后面再把知识填进去，相对来讲你就会发现自己不会学的那么的散不会觉得自己的知识都是破碎的，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的方式。那么第3周呢，我们就讲到了情感劳动与情感社会学本身的兴起，除了情感研究以外，我们的情感社会学是如何兴起的。那这里就提到了《心灵的诊视》这本非常有代表性意义的书籍，我们也请大家一起来阅读这个书籍。到了后面的第4、第5周开始呢，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些具象的议题，比如说性别和情绪。那这一本是一本英文书籍，里面比较有典型意义的讲这个性别和情感之间关系的。到底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说女人是感性的，男人是理性的，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在情感表达上有什么差异吗？这个差异背后到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啊？那在这本书里就会告诉我们，性别的表达其实不仅仅是简单的性别，它其实既是有社会规训，也有权利等等的这样的表征体系在后面起作用的。甚至你会发现，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说，哦，女人就完全是感性的，男人就完全是理性的。所以这本书它在里面把很多的刻板印象的东西啊去做了一些验证，即使我们发现真的是好像是有这些表现的形式，它也会在后面去探究到底这种差异本身是怎么造成的，到底是天生的还是有文化差异的。所以年龄、种族、文化背景、权利和地位等等，可能对情感的表达是更重要的。而且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男孩和女孩也会有不同的情感策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后来的两性关系里，你会发现我们两性常常是不一样的表现，不是因为你天生不同，是因为你在家庭里面本身就已经有不同的这样的这个情感策略的给你的一个吸收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呢这个课堂上呢是要求学生用12到15分钟的时间能够讲好一本书。那为了帮助大家呢，我就选了一本《贪婪的多巴胺》，它也是讲说欲望分子是如何影响人类的情绪、想象、冲动和创造力的。它也是一本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书，可以让我们去了解你的情感背后跟你其他的这种欲望啊，跟你别的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我呢就做了一个像范本一样的，这本书12分钟我怎么把它讲完，哪些东西我可以忽略，哪些东西为什么要重头讲，我就讲了这样一本书。因为有国庆节，所以我们中间停了1周，然后从第7周开始，我们就进到了生物学研究中的情感。那我在这里呢就推荐了2本非常重要的书籍，这也是最近我们在脑科学的发展。第一个是《爱的起源》啊，里面讲到了你的爬行脑，也就是你的生存脑，和你的边缘系统，也就是你的情感脑，还有你的新皮质层，就是理性脑，3脑一体它是怎么运作的。也讲到了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其实会带来你什么情感的创伤，它是怎么在你大脑里起作用的，它的情感标记是怎么一回事。也讲到了说，如果我们遇到不同的人，我们会如何形成不同的边缘共振啊，会来改变我们的整个的情感的模式。我觉得这个脑科学的这个研究其实是给我们奠定了了解情绪啊，了解后面为什么社会学觉得它重要的一个基础。还有一本就是情绪，它就也是从相对脑科学、心理学的角度，从神经学的角度告诉你情绪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么在这2本主要阅读以外呢，我们也有辅助性的阅读，比如说《进化的大脑》，相对来讲我就觉得阅读起来相对简单一点点。那它是一本相对早一点点的脑科学的书籍，但有很多的结论跟爱的起源其实很接近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情绪，就是讲到后面情绪它是怎么影响到你的决策的，但它不属于完全的这种学术的书籍，所以我们叫辅助阅读。第8周开始，我们就进到了心理学研究本身对于这个情感的一些研究。所以我们首先介绍了社会动物，讲的是个体的情感发展之路是怎么发展的。但同时我们也推荐了一本《乌合之众》啊，大家都知道的这本很熟的书籍。但实际上乌合之众这个听上去特别的负面，但这本书本身其实并没有说一定是负面的，它讲的就是群体心理学。那我们客观的去认识这本书，其实讲到个体是怎么发展的，群体是怎么发展的，就对我们心理有更好的认识。那么另外呢，有本辅助的阅读《孤独传》，虽然这本书我觉得阅读起来不是那么的通顺啊，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它不是一个学术性的写作，所以它有点散，它希望把各个学科都融合在里面。但是从了解某一个具象的情感它怎么样去运作，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来讲也是会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有一本辅助的阅读。9到10周呢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我们开始进入到了亲密关系的变革，这也是情感社会学里这几年做的特别大的一个研究题目。那首先就介绍了安东尼·吉登斯的亲密关系的变革，讲到了由于性本身的这种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亲密关系本身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在吉登斯看来就是最后我们会走向一个纯粹关系，这种个体的情感上的民主性也会带来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民主性。但实际上这本书在后期有很多的亲密关系的研究其实都是跟它对话的，因为人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完全实现性别平等，当两性不能平等的时候，所谓的纯粹关系它就出现不了，它真正的情感最后没有走向情感的所谓的变化，可能最后出现的是爱的终结啊。所以伊娃伊鲁萨的爱的终结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作为辅助的书目在这里面阅读。那我们还有一本重点的书呢，是爱为什么这么痛，这是伊娃伊鲁萨的这个书籍，他在讲到这个当爱情在变成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运作的时候，它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化，那他也是跟吉登斯也做了对话。那么心灵的革命呢，其实探讨的是在中国的一种亲密关系变革的路途，这个爱情的谱系是如何变化的。你可以看到在背后有这个身份的、道德的、这个性别的、话语的、权利的等等等等啊，包括国别的，都在建构这个情感的话语体系。那么我们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阅读这个心灵的革命呢，我也辅助阅读一本叫《家庭革命》，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情感社会学的书籍，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书籍。但是这本书其实通过清末的这种家庭概念的变化，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前面讲到的这本心灵的革命所讨论的这个话题。还有一个是爱欲之始啊，就是你看吉登斯说我们要亲密关系变革，最后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纯粹的关系，融合之爱。可是韩炳哲说不行，我们爱欲今天已经死掉了，因为他者都慢慢在出现。当然在这个里面，由于我们这几年的阅读的书籍特别多，所以我把伊娃伊鲁萨其他的书籍呢就不再放在里面。但实际上我们在课堂里面还会涉及到像贝克他们写的这个混沌的爱，但它是英文版本的，还有爱的终结啊，当时是只有英文版本，现在有这个中文版本，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那么从第11周开始，我就觉得进到了亲密关系和金钱及资本主义的这个概念。我们主要阅读的这个书籍呢是亲密关系的购买，这是泽利泽的，它改变了金钱和亲密关系二元对立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更多的是讨论说两者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复杂的关系。那同样的也推荐了伊娃伊鲁萨的忍亲密，我当年因为看的时候都是英文版本的，后来都有中文版本了啊，我觉得我对伊娃伊鲁萨在中国的传播，我觉得还是蛮起作用的，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学者。早期在我们复旦，我就把他所有的书在我们图书馆里都买齐的。那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关于情感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讲的不再是情感本身变成一个商品，当冷亲密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告诉你说经济关系也变得非常的情绪化。你看这是不是一体两面？他在之前做的这个情感商品里面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有很多的阅读的书目，因为这块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我们推荐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书，比如说金钱不能买什么，我觉得桑德尔这本书相对来讲阅读起来就比较的顺畅和愉悦啊，你可能一看就都能看得明白。然后这个就是另外一本泽利泽的金钱的社会意义啊，这是他比这个亲密关系购买之前的一本书籍，可能能帮助大家理解亲密关系的购买。然后还有就是爱、金钱和孩子啊，这是一本育儿经济学，告诉你说在金钱和经济学里面是怎么去融合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伊娃伊鲁萨的另外一本书《情感作为商品》。你看他前面讲情感是怎么作为商品的，但我们今天的学术发展已经发展到了经济关系本身是情绪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大家也可以通过它的发展知道说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种发展的情感的逻辑。好，讲到这里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把一些这个情感社会学里核心的议题慢慢往更重的地方走了。比如说我们后面就会谈到这个幸福的这个概念，我们在幸福里面介绍了2本书，一个叫《幸福的乌托邦》，还有一本叫《这个幸福学是如何掌控我们的》。这2本书都非常有意思的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想要追求幸福的时候，有的时候幸福一旦会变成测量，你就会发现我们就很难幸福。这2本书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它有一本辅助阅读呢，就是道德的重量，就是人们明明其实可以去做一些报复的行为，明明可以享受荣誉，为什么在道德的里面它其实依然是很沉重？阿瑟·克莱门是哈佛大学的医学人类学的这个一个代表人物，我觉得他的这本书阅读起来也比较的是故事型的，但是你可以在里面得到很多的深思。然后我们中间有1周是做论文辅导，因为期末的论文我们需要做一些辅导，然后我们就后面14、15周聚焦在了情感、自我、社会互动与社会制度，主要讨论的就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的自我的概念。所以我们有2本主要阅读的书，一本叫《自我》，这个是乔纳森·布朗的，属于非常有代表性的，把自我的整个有关的概念都做了一些梳理的一本书籍。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在社会学里，包括大家听过我的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听到新旧脚本，其实我的这个理论体系就来自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讲的是这个人生是有个前台和后台的，这个剧本是怎么在影响你的。那这2个其实都是在讲这个自我呈现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来呈现你自己的。辅助性的阅读就是走向了我们社会学的社会性自我的概念，它是怎么做的。还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心灵、自我与社会当代社会心理的创始人之一的米德，他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
还有一本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了解中国的自我非常好的一本书，叫《自我中国》。这本书其实讲的是整个国家在个体化的进程中，我们的这个我是怎么出来的。当我们了解这些的时候，再去看今天中国的这个自我概念，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不同的认识。那么最后一周，我们就回到了情感和文化，回到了我们社会学最喜欢的就是这些现象是背后社会制度是怎么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就推荐了这个情感社会学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奠基性的书籍，叫《互动仪式链》啊，讲这个互动里面这个是如何来建立整体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在影响的，然后我们的这些情感的东西是如何去流动的，微观到宏观之间是怎么在这里面做一个有机的一个转换的啊，宏观是怎么影响微观的，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在这里呢，我呢也觉得在这个文化里面，其实身份政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所以我在这个引用这个书籍的时候呢，就把政治学福山的这本身份政治也拉进来了，因为对尊严和认同的渴望是我们情感的非常重要的底层逻辑，所以这个也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剩下的就是我有些辅助阅读的书目了，你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浇灌的心灵》啊，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他书里面讲到的很多的现象，我觉得今天可能在我们的互联网上都能看得到。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这个人的言论，我们就很希望把他给灭了啊？这本书里就在讲，过去我们只是不喜欢你这个言论，我要跟你争论，到现在为什么我不喜欢你这个言论，我希望把你给灭了，我不希望你的声音再发出来，这种转变是怎么转变的？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有意思。还有一本就是我们的这个情感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霍克希尔德，他讲的一个过土的陌生人，这本书讲的是在美国的红州，所谓的是共和党所在的这个州，为什么明明民主党可以提供更好的福利，为什么我们在相对比较贫穷的红州却依然是共和党的天下啊？为什么川普这样的一个被选举人可以崛起啊？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于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也很有意思。它那个排队理论非常的形象，它里面有个叫 deep story， 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也经常会用到这个 deep story， 我觉得这种写作方式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所以这本书其实我在一开头的时候就提到了，到最后的时候我也觉得从文化角度讲，我们去看一本这本书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情感社会学的一个框架，我也希望把这个书目提供给大家。最主要的想法就是回应大家说，希望沈老师提供一些书目，但我觉得这些书目有些阅读容易点，有些难一点点，我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你的兴趣点会是什么，所以我把这个学期上的课程所提供给复旦大学的学生的书目分享给大家。以后有机会我也希望跟大家再去具象的去聊里面很多的话题，比如说我们里面也聊到了情商的话题，情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聊到了情感关系和金钱之间到底怎么样一种做法才是最合理的，我们也聊到了像最新研究中间为爱发电到底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这些话题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包括我们谈到了自我，当它成为一个商品的时候，它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当我们追求幸福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觉得这些话题都是跟我们私人生活紧密相关的。那我自己的研究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在欧美的学派里就叫私人生活的这个研究，我觉得这些研究都非常的有意思，跟我们生活紧密相关。如果你有兴趣，我未来也希望能够给你更多的探讨这种偏学历型一点点的话题。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你身边也有那些爱学习的小伙伴，欢迎你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那也请你记得关注我，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的视频了。最后呢，老规矩，我的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这个沈一斐的性教育课，沈一斐的家庭教育课，以及2021聊性别等课程都在公众号光之来处上线了。如果你想系统的学习爱情、性别、家庭教育能够更好的改善你自己生活的话，走向幸福道路的话，请记得一步光之来处。我是沈一斐，万事万物皆可社会学，我们 B 站常常见。